嗨，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小明助教。那这影片要讲解的是透视课第一堂的作业解说和常见问题。那我们的作业规则是这样子的，就是A01通常是A01不要说通常啊，永远都是 A01做完之后去做 A02。那 A 系列做完，你可以选择去做进阶作业。进阶作业就是这个B 系列的。那 B 系列它可以选择不做看你的时间安排。那你如果说你想要申请好宝宝的话，就是你透视课的第一堂跟最后一堂的作业基础作业都有做基本上就可以申请的所以进阶作业是可以不用做的，就是看你的时间安排然后它的难度比较高。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流程吧。第一页对了，在讲流程之前，多数同学最常问的问题是尺寸就是要开多少尺寸使用 Photoshop 的同学一般会建议是6000，然后乘以6000，然后这样就够了对了，解析度要300，然后你这个单位你要注意你不要是公里或公分你6000公分、6000公里就会超级巨大所以你在开尺寸的时候，就是特别注意这个单位就好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第一页跟第二页都是在讲方体的认知。那为什么会讲这个东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同学他在画方体的时候，画出来的比例都会不一样。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情况下，主要原因是可能是刚接触那刚接触画画的同学，一般多数时候啦都是画出这4个就是这4种画面上看的1、2、3、4这4个比例基本上都是助教是可以接受的，都是会过关的。然后你只要画出这样子的比例，它就会长这样类推，你画这样子的比例，最终成品就会长类似这种感觉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不 OK 是什么？不 OK 就是它不像方体了，那就是不 OK 了那这个很明显就很怪，对吧？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这个是假设是地平线。然后你在做 x、y 的收缩的时候，你把2个消失点定得太近了，定得太近的情况下，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然后再来就是第6个，很明显它还是方体啦，但是它叫什么？它叫长方体了，对吧？我们要一个正方体。那如果说你真的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就是你真的无法确认说你的方体到底是一个正方体这边有讲，你可以在节点1的时候去提问助教说你这样子的方体到底 O 不 OK 那图片这边也有写就是图片只是举例大多数的情况你画的可能是有那种复合型的样貌出现可能会有一些例外。那你在真的都不确定的话，你在节点1的时候正式的去问助教，助教会给你解答。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正式的流程前面就是讲一下方体的认知那正式流程的第一个1之11之1他会跟你讲说使用尺标。那这个尺标在哪呢？我们来看一下课件课件这边你看P0 到 P11 是不是都是在讲怎么制作文件对吧？那 P12、13、14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一一查看P12 基本上就是对了，你如果说把这个档案丢进来它是去背的这是很正常的那如果说你的程式没有给你一个背景的情况下，你自己填一个白背景去查看它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叫3分法，然后9宫格制作方式类推，这个东西就是在教你就是怎么做切割怎么做等比的切割，然后要怎么去把相关的格子切成9宫格倍增法诸如此类的这是切割法。然后13的话就是简单的一些提醒问问题它是有技巧的你可以怎么问，然后助教会比较愿意来做那种超级详细的解答你可以这样子问那这边有相关的一些范例你可以查看。然后14的话就是尺标，然后这3个档案基本上它的尺寸都是6000乘6000的所以也就是说你拿到这个尺标的时候丢进来，你就可以直接开一个新的图层，然后怎么做呢？直接使用这个 PSD 档然后下去制作那这个是原文件就是那叫什么原尺寸的这个参考啦
啊，所以基本上原尺寸的参考就已经这样子这么大了，那画布还这么大，所以基本上也是一定是够用的，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1/2哦。1/2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衬线哦，就是很多同学他在画线的时候他会这样哦，这是不行的哦。然后再来就是粗细不均哦，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边很粗，然后这边很细，这样子是不 OK 的。然后再来就是线条过粗哦，就是整个很粗哦。然后再来就是线不直哦，这都是不 OK 的。那一般我会建议我自己啦，我自己在画透视的时候，我多数时候都是用点一下，然后按住 Shift， 然后这样子去拉线对齐的。我自己都是这样子做，哦。然后可以的话，同学请这样子做，不然你的线哦很容易会被助教打枪。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是用 Procreate 的同学啊，你可以在 CG Talk 里面就是看到哦，这个是第10期的啊，那第11期也会有哦，你可以就是去看岳安整拍的这个使用说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讲的是1/4吧。这个步骤很多同学会出现一个状况啊，就是会偷懒，在很前面就会开始偷懒哦。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同学他会不使用倍增法，然后画出这样子的方块，这样就很不 OK 了。为什么？为什么不 OK？就是你家的2楼跟1楼的高度会不一样嘛？就是它的就是2楼比较高，所以这种情况下不建议你这样子偷懒哦。你如果说要做出一个比较漂亮的房子的话，那建议就是真的从头到尾就是一定要拉线会比较好一些啊。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4页的话就是这个。有一些同学他会想要做立轴的这个收缩，一般是不建议的啊。第1堂就不太建议，原因是因为有一些同学他立轴的收缩会做得很强哦。那后续的话，我们的作业会让同学做收缩这件事情，但是第1堂课基本上不用哦，所以你就是很放心的，你就可以按住 Shift 这样子拉直线就可以了，好像画面这个一样。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算是多数人会犯的问题吧。没有仔细看的话，就是这边的比例会画错，就是这边是2格啦，正确是2格，但是有一些同学会漏掉哦，然后画成3格啊。然后右边的话就是节点1，那节点1的意思就是说，请同学你在就是截图给助教看的时候，请你截2张图片哦，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整合成1张。哦，就是这个加，就是这个加这个哦，就是要看到钢笔工具，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尺寸的比例哦，这样子这个叫啥？助教会比较好查看，会比较好辨认你的相关比例是不是正确的。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哦。第5页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唯一有问题的话，可能就是楼梯吧。哦，这边有，就是有些同学他在画楼梯的时候，就会就是用手这样子画，然后就画的歪歪的哦。然后一般会建议就是你对准你的 XY 轴就可以了哦，这样子对准。好，然后继续往下，第6页的话，我看一下啊，第6页就是最大宗的问题啊，贴图。贴图怎么贴才叫正确哦？我先用图片解释一遍哦。简单讲的意思就是说，这贴图啊，你只要这4个边哦，我画出来的这4个边，然后对齐哦，对齐哪里呢？对齐这，我用其他颜色。对齐这个，然后这条，哦，你一定要对齐哦，你没有对齐就是歪掉了哦。你的 X Y 一定要对齐，我们来贴贴看，实际的贴一遍。我用把它变色一下啊。随便。
Ctrl T 哦，然后你的点哦，这个点先放上去，然后下面这个点对齐，然后之后你再 Ctrl 按住哦，抓过去对准哦，然后底下也要对准哦，然后这时候呢，再把它放大，然后对准，再对准。你一旦没有对准，一定是歪的，你的中线就可能会跑掉，大概是这样子。哦，就对个大概就好。那你实际在画的时候一定要对准。那助教跟你说，同学你没有贴好，你贴歪了，那通常是什么状况？通常就是你可能贴成这种状态，或者是这种状态了。那你贴歪的情况下，你再继续制作的话，你的上面的屋顶会歪掉哦，这样子就会修改幅度，后续的修改幅度就会非常高哦。那接下来的下一个步骤，多数同学会出现的状况就是这里了哦，就是它的小结构啊，是画歪的哦，就是它完全没有在对准哦，就是没有拉那个钢笔工具，然后去这样子对齐哦，他可能自己徒手画，他徒手画就画的歪七扭八，然后整个这个那个啥小结构都是歪掉的。然后再来我们看第7页，第7页就是节点，然后节点就不再赘述啊，反正就是截图下面这2张哦给助教看。然后第8页哦，第8页就是一样，就是小结构，还有贴图啊，贴图一定要对准，然后其他就没有了哦。然后小结构反正就是你一定要对齐那个 XY 就对了。然后屋顶的部分就是比较多数的同学会出现问题，就是这个增加厚度的这个地方哦，就是像是这个地方。有些同学他在画梯子的时候，上面是对准的，可能，但是下面它上面会画歪，或者是下面画歪了，然后上面是画正确的，然后导致它的这个梯子就是忽大忽小哦，这样子也不 OK 哦。然后第10页的话，就是多数同学他会询问的事情是说，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就是这一条到底要怎么确认？哦，这一条要怎么确认？很好理解的，你就把它想象成这边其实有用颜色区分出来，你就想象成它是2个面 A， 然后跟 B， 2个面它相交的，你可以看到这2个面它是不是就有点像是3D 的穿模了？那相交的地方它是就会产生出一条线哦，那这一条线你只要一看到相交的地方，你就把它给拉出来，那这条线就是正确的，像这样，哦，它就一定是正确的。那你再贴这个贴这个这啥木纹的时候，就是你想要贴这种一条一条的这种细节哦，那你一定要就是把这个面给画出来之后，然后对齐哦，就是你看这边是不是上面这边是不是教你制作贴图，对吧？然后贴上去，这样就可以了哦。然后 P11就没有哦。A01基本上就是到这一边。那如果说你看完这影片还有问题，你可以问助教。然后你 A01做完之后啊，可以去做 A02。A02我们就大概看一下，它的流程就会变得非常的简易哦，因为整个流程基本上是跟 A01是一样的，它就是那个啥精简化的版本，然后角度不同而已。然后这边都有帮同学做一个不同的角度的这个预览，然后可以给你看说，你喜欢哪一个角度，然后你就选择一个哦，就是 A02基础作业2，它就是3选1，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你看完这里这个影片还有问题的情况下的话，你再询问助教吧。好，以上。